当我们深入了解凯恩斯主义时，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套经济理论，更是一种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在凯恩斯主义之前，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市场能够自我调节，不需要政府过多干预。然而，大萧条的惨痛教训表明，市场并非万能，有时候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来纠正其失误。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政府应该透过增加公共支出或降低税收来增加总需求，从而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政策在短期内可以有效提振经济，减少失业。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就受到了凯恩斯理论的影响。新政通过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社会福利计划，成功地刺激了经济复苏，减轻了大萧条的影响。然而，凯恩斯主义也有其局限性，长期的政府干预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和通胀压力。因此，凯恩斯主义并非万能药方，它需要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做出调整和平衡。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需要不断地检视和更新他们的理论，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进入21世纪，凯恩斯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每当经济遭遇危机，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政府通常会采取凯恩斯式的刺激措施来振兴经济。这些政策的成效如何，一直是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深入探讨凯恩斯主义的实际应用时，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理论如何影响了多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在面临经济衰退或危机时。以美国为例，最著名的凯恩斯主义应用案例便是罗斯福总统于1930年代推出的新政。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的深渊，失业率高达25%，工业产值下降近半。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政府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如兴建公路、桥梁和学校，同时提供社会福利，以增加就业和消费。这些举措有效地刺激了需求，帮助美国经济逐渐从低谷中恢复。英国在2战后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英国政府透过大量投资于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如建立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NHS， 有效地提升了国民的生活水平，并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复苏。在日本，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经济奇迹的背后，是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对私营部门的支持。日本政府透过投资于基础设施和促进出口，成功地将日本建设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然而，凯恩斯主义并非无懈可击。例如，在1970年代，许多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遭遇了滞胀的问题，即通胀率和失业率同时升高。这暴露了凯恩斯主义在面对供给面问题时的局限性。为此，许多国家在1980年代转向了更注重市场机制和货币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进入21世纪，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凯恩斯主义再次成为许多国家应对经济衰退的选择。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这些计划成功地避免了经济的进一步崩溃，尽管其长期效应仍有争议。凯恩斯主义的应用展示了政府干预在特定条件下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然而，这也要求政府在实施政策时需考虑到其长期影响，包括财政赤字和债务累积的风险。凯恩斯主义不是万能的，但在特定情况下，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经济恢复和刺激的工具。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在全球范围内，凯恩斯主义不仅对实施该政策的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凯恩斯主义的推广促使全球范围内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角色进行了重新评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凯恩斯理论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政府能够透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尤其是在面对经济衰退或低迷的时期。这种模式在拉丁美洲、
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中得到了应用，帮助这些国家在经济困难时期维持稳定，促进了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次，凯恩斯主义对全球经济整体的平衡和稳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国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采取的凯恩斯式刺激措施，不仅有助于本国经济的复苏，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些措施通过提振需求和增加就业，帮助减缓了全球经济衰退的程度，并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恢复。然而，凯恩斯主义也引发了一些批评和挑战。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过度依赖政府支出和财政刺激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不断增加，长期来看可能影响国家的财政稳定和经济健康。此外，凯恩斯主义在应对供给面问题，如生产力下降和结构性失业时，可能显得力不从心。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凯恩斯主义的概念和实践也在不断演进。当今世界经济环境的复杂性要求政策制定者在采取凯恩斯式政策时更加谨慎和灵活。政府不仅要考虑短期内刺激经济的需要，也要关注长期的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和财政纪律。总之，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政策工具，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也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未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新挑战的出现，凯恩斯主义将继续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